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山东姑娘嫁到台湾的故事，这个故事还挺曲折的，也很有意思。我们的女主角小梅是个山东农村姑娘，今年27岁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在当地医院做护士，是个眼光很高的姑娘。小梅从小缺爱，她7岁那年，父母整天吵架，最后离婚了。爸爸在婚后就再也没管过她，是爷爷奶奶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。小梅从小就特别懂事，总想着将来找个好人家，能够照顾爷爷奶奶安享晚年。村里的姑娘18、19岁就嫁人了，小梅却不着急，她总觉得村里的小伙子没啥见识，自己是个有知识的护士，不想随便嫁人。爷爷奶奶特别担心，总劝她闺女，咱不能眼高手低，年纪越大越难嫁出去啊。小梅却笑着说，爷爷奶奶，我想找个真心爱我的，咱不着急。就这样，时间一晃到了27岁，爷爷奶奶都快急哭了。小梅却在一次医院接待外宾的活动中，认识了我们的男主角阿伟。阿伟是台湾人，今年32岁，是个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总监，来山东考察业务。他性格温和，为人体贴，对小梅一见钟情。两人聊天时，阿伟谈吐不凡，知识渊博，小梅感觉特别投缘。两人加了微信，慢慢熟悉起来。阿伟隔三差五就会给小梅发消息，甚至隔空为她点奶茶外卖。小梅渐渐被这个温柔男人吸引，可是恋情刚刚萌芽，就遇到了重重阻碍。爷爷奶奶知道后坚决反对，嫁那么远，还是台湾，风俗习惯不一样，万一受欺负怎么办？爷爷奶奶，村里的人也说三道四，这姑娘不知好歹，嫌弃家乡的小伙子，非要找个外地的，肯定是被骗了。阿伟的家人也不支持，他妈妈直接说，大陆姑娘是不是冲着咱家条件来的？是不是想骗钱啊？压力好大呀。但是两个人就是喜欢对方，阿伟甚至专门请了长假，跑到山东来追求小梅。有一次，俩人一起吃饭，聊到了卤肉饭。小梅很自豪地说，你们台湾的卤肉饭其实是从咱山东传过去的，正宗的卤肉饭是山东的，台湾只是把它发扬光大了。阿伟笑了，有这回事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台湾卤肉饭可是我们的招牌美食呢。小梅特别认真，真的，我听说过，山东卤肉和台湾卤肉虽然都叫卤肉，但是做法完全不一样。山东卤肉是大块的，酱油味重，台湾卤肉饭用的是肉末，甜味更浓。阿伟听了连连点头，你知道的还挺多，不过你没来过台湾，等你来了，我带你吃最正宗的台湾卤肉饭，你就知道有多好吃了。真的吗？小梅眼睛一亮，心里暗暗期待。就这样，两人坚持了半年的异地恋，阿伟3天2头往山东跑，小梅的爷爷奶奶也渐渐被阿伟的真诚打动。阿伟正式向小梅求婚的那天，他专门带了台湾特产，还用不太流利的山东话对爷爷奶奶说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梅，常带她回来看你们，你们也可以常去台湾住。爷爷流下了眼泪，终于点头同意了。婚礼前，小梅心里还是有点忐忑，她从来没去过台湾，对那边的生活完全不了解。她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大多是说台湾比大陆落后，生活水平不如大陆，还说台湾人瞧不起大陆人。小梅忍不住问阿伟，台湾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落后吗？你们那边人会不会歧视我啊？阿伟哈哈大笑，你来了就知道了，有些事情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。就这样，带着一丝忐忑和期待，小梅跟阿伟结婚了，飞到了台湾。一下飞机，小梅就被台北桃园机场的现代化震撼到了。机场比她想象中干净整洁多了，自动化设备一应俱全，完全不像网上说的那样落后。阿伟开车带她穿过台北市区，小梅惊讶地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、干净的街道、有序的交通，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。小梅喃喃自语，你以为台湾是什么样子的？阿伟笑着问，我以为会很落后，网上说台湾经济不行，基建差，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小梅诚实的回答。阿伟哈哈大笑，看来你真的生活在信息茧房里呀。台湾虽然面积小，但发展的不错，尤其是科技产业。听说过台积电吗？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之一就是台湾的。我们公司的芯片就是用的台积电的。小梅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真的假的？
我以为那是美国公司呢。阿伟带着小梅来到了他家，一栋位于台北市区的公寓。房子不算大，但装修的温馨舒适。一进门，小梅就看到阿伟的妈妈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。这就是小梅吧？阿伟常提起你，说你温柔贤惠，今天一见，果然如此啊。婆婆热情地拉着小梅的手，一点也看不出有嫌弃的样子。小梅有些拘谨，毕竟之前听说过婆婆反对这门婚事，但婆婆的热情让她慢慢放松下来。婆婆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其中就有台湾卤肉饭，快尝尝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看看跟你们山东的有什么不同。婆婆笑着说。小梅尝了一口，惊讶不已，肉末香甜软糯，米饭裹着肉汁，一口下去满嘴香气，完全不同于山东的大块卤肉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小梅由衷赞叹，你喜欢就好，以后教你做。婆婆笑得特别开心。晚饭后，婆婆拉着小梅聊天，问她的家庭，她的工作，很是关心。小梅慢慢放开了，讲起自己从小的经历。我7岁那年，父母离婚，爸爸在婚后就不管我了，是爷爷奶奶把我拉扯大的。小梅说着说着，眼泪就出来了。婆婆心疼地拍着她的手，可怜的孩子，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爱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你嫁到我们家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你就把这里当自己家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。这一刻，小梅被婆婆的爱和温暖震撼到了。她从小缺爱，在村里总被人指指点点，说她是离婚家庭的孩子，处处受人白眼。没想到初到台湾，就感受到了如此浓厚的家庭温暖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梅对台湾有了更多了解，眼界也逐渐开阔。她发现自己之前对台湾的认知实在是太片面了。阿伟带她参观了他的公司，那是一家专做智能家居的科技公司，拥有尖端的技术和优秀的团队。小梅这才知道，台湾不仅有台积电，还有联发科、华硕等国际知名企业，在科技领域占有重要地位。我以前真的是井底之蛙啊！小梅感慨道，总以为中国大陆就是宇宙最强，其他地方都不行，现在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。阿伟笑着握住她的手说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，重要的是我们能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生活在台湾的日子里，小梅最惊讶的是这里的社会制度充满人性关怀。有一次她生病了，阿伟带她去看医生，拿出了一张健保卡。这是什么？小梅好奇地问。全民健康保险卡，台湾居民都有，看病很方便，费用也不高。阿伟解释道。小梅在医院感受到了高效便捷的就医体验，医生耐心询问病情，护士亲切温和，整个过程井然有序。看完并取药，花费还不到200元新台币。天哪，这也太方便了吧！在我们那边看病排队要排好久，费用也不便宜，服务态度更是参差不齐。小梅不由感叹。阿伟告诉她，台湾的医疗体系确实很便民，尤其是全民健保制度，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。小梅慢慢了解到，台湾在教育方面也颇具特色。阿伟的侄子正在上小学，课程设置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，不是埋头死记硬背。课后还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，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。我们小时候可没这么幸福。小梅回忆起自己的童年，学习就是题海战术，考试分数就是一切，没时间发展兴趣爱好。婆婆也经常带小梅去社区活动中心参加各种活，那里有老年大学、手工坊、读书会等等，老人们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。小梅想到自己的爷爷奶奶，他们的晚年只有看电视、打牌这些简单的娱乐方式，心里不禁有些酸楚。这天，小梅正在家里做饭，阿伟下班回来，带回来一个消息，小梅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一家医院，他们急需护士，你的经验正合适，想不想去面试？小梅惊喜万分，真的吗？我可以在这边工作？当然可以，我们结婚了，你有居留证，完全可以在这边就业。阿伟鼓励他，而且台湾的医院很注重互换关系，工作环境比较人性化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小梅去面试了，没想到真的被录取了。医院看中她在大陆医院的工作经验，给了她一个不错的岗位和薪资。上班后，
小梅发现台湾医院的工作氛围确实与大陆不同，这里的医护人员工作强度适中，医患关系和谐，医院管理制度完善，每个环节都很规范。同事们知道她来自山东，非但没有歧视，反而特别好奇，经常问她大陆的情况。有个护士长甚至说想去山东旅游，请小梅推荐景点。工作之余，小梅和阿伟的生活也很甜蜜。他们一起去夜市品尝小吃，一起骑自行车环岛游玩，一起参加各种文化活动。台湾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让小梅大开眼界。最让小梅感动的是，阿伟特别尊重他的家人，每逢节假日，他们都会视频连线爷爷奶奶。阿伟会用蹩脚的山东话问候老人家。逢年过节，他们会寄很多台湾特产回山东。有一次，爷爷生病住院，阿伟二话不说，立刻订机票和小梅一起飞回山东照顾老人。在医院里，阿伟端屎端尿，不嫌脏不嫌累，把爷爷照顾得妥妥当当。这一幕让村里人大吃一惊，纷纷赞叹这个台湾女婿真不错啊。爷爷病好后，阿伟提出邀请老人家去台湾住一段时间。起初爷爷奶奶不愿意，怕给小两口添麻烦，但架不住阿伟的诚意，最终答应了。爷爷奶奶来台湾的那段日子，小梅看着老人家脸上惊奇和喜悦的表情，心里满是幸福。婆婆和爷爷奶奶相处得特别融洽，语言不通也不妨碍他们比手画脚的交流。婆婆特意学做了几道山东菜，让爷爷奶奶倍感亲切。小梅啊，你真是找了个好人家。临走时，奶奶悄悄对小梅说，看到你过得这么好，爷爷奶奶就放心了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小梅来台湾已经1年多了。这1年多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的三观。首先是对于家庭的理解，小梅从小缺乏父爱母爱，一直羡慕村里有完整家庭的小伙伴。来到台湾后，她在阿伟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温暖，婆婆对她如同亲生女儿，阿伟的手足也把她当亲姐妹，这让她明白家人之间的关爱和尊重才是家庭的根基。其次是对于社会制度的认识，台湾的医疗保障、教育体系、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人性化设计，让小梅感受到社会进步的意义不仅在于高楼大厦，更在于人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。再者是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，小梅发现，虽然两岸存在政治分歧，但民间的往来却十分密切。台湾人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歧视大陆人，相反，他们对大陆同胞普遍持友好态度，也有很多台湾人在大陆工作生活。最后是对于信息获取的反思，小梅意识到自己以前接收到的信息多么片面，多么容易被误导。她开始学会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。我以前真的是活在信息茧房里啊，小梅常常感慨。一味相信单方面的宣传，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认知里。有一天，小梅和阿伟逛街时，看到一家山东菜馆，招牌上写着正宗山东卤肉，走，进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正宗。小梅兴致勃勃地拉着阿伟进去，点了一份山东卤肉和一份台湾卤肉饭，两相对比，风味确实大相径庭。山东卤肉是大块的肉，酱油味浓郁。台湾卤肉饭则是细碎的肉末，甜中带咸，配上糯糯的米饭，别有风味。其实都很好吃，各有特色。小梅吃得津津有味，就像两岸关系，虽然有差异，但本是同根生，血脉相连。阿伟点头赞同，正是这样的差异和多样性，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。回家路上，小梅收到了医院的通知，她申请的护士长岗位通过了。这意味着他的职业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步，恭喜你！阿伟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看来台湾的医院很认可你的能力啊。小梅心潮澎湃，我真的没想到自己能在台湾发展的这么好。记得刚来的时候，我还担心被歧视、被排挤呢。傻瓜，只要你有能力，走到哪里都会被尊重。阿伟温柔地说。晚上，小梅给爷爷奶奶视频，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。老人家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连声说好啊好啊，我们小梅有出息啊。挂断电话后，小梅躺在床上，回想这1年多来的经历，心里满是感慨。从一个对台湾充满误解的山东姑娘，到如今适应并爱上台湾的生活，她经历了多少认知的转变，思想的碰撞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亲身经历，我可能永远被困在那个信息茧房里，永远是那只井底之蛙。小梅喃喃自语，
阿伟搂着她说，重要的是你现在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未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去看更多地方，了解更多文化。是啊，世界那么大，人生还长，还有多少未知等待他去探索。小梅感到无比庆幸自己当初鼓起勇气，跨越海峡来到这片土地。现在的她再也不想离开这个带给她新生活、新视野的地方了。在这里，她找到了真爱，找到了事业，找到了第二个家，也找到了更好的自己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梅起床后看到阿伟正在厨房忙碌，走近一看，原来他正在做早餐，而且是山东风味的煎饼果子。哇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的？小梅惊喜地问道。上次去山东，我偷偷跟你奶奶学的，想给你个惊喜。阿伟得意地说，尝尝看合不合口味。小梅咬了一口，熟悉的家乡味道立刻在口中蔓延，一时间竟有些哽咽，太像了，简直跟奶奶做的一模一样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做的不够地道呢。阿伟松了口气。对了，我爸妈说今天想请你去他们公司参观，你有时间吗？原来阿伟的父亲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管，母亲是该公司的财务总监。小梅虽然来台湾1年多了，但还没去过公公婆婆的公司，当然有时间，我今天轮休。小梅立刻答应下来。吃过早餐，阿伟开车带着小梅来到了位于新竹科学园区的公司。一走进大楼，小梅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宽敞明亮的大厅，先进的设备，忙碌而有序的员工，处处透露着高科技公司的气息。公公亲自出来迎接他们，带着小梅参观了研发中心、生产线和各个部门。小梅惊讶地发现，公司的很多技术和产品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，有些甚至打入了国际市场。叔叔，我没想到你们公司这么厉害。小梅由衷赞叹。公公笑呵呵地说，台湾虽小，但在电子、半导体等领域还是有一席之地的。我们这家公司跟台积电有合作，为他们提供部分配套设备。午餐时，婆婆专门订了一桌丰盛的菜肴。席间，公公提起了一个计划。小梅，我听阿伟说你在医院工作得很出色，正好我们公司准备开发一款医疗监护设备，需要专业医护人员的意见，你有兴趣参与吗？小梅有些意外，可我只是个护士，对医疗设备了解有限，正是需要你这样一线工作的经验。公公解释道，很多设计师不了解临床实际需求，导致产品不够人性化，有你的参与，可以让产品更贴合使用者需求。这个提议让小梅受宠若惊，但也激发了她的兴趣。如果我能帮上忙，那太好了。从公司回来后，小梅陷入了沉思。台湾的科技发展远超她的想象，而且公司文化也很注重团队合作和创新精神，这与她以前的认知大相径庭。阿伟，我发现我对台湾的了解还是太少了。小梅坦言，以前总以为大陆在各方面都领先，现在才明白，台湾在很多领域也有自己的优势。阿伟点点头，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长处。大陆在基建、市场规模方面确实很强，但台湾在科技研发、社会制度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。正因为两岸各有所长，才更应该加强交流合作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梅开始参与公共公司的医疗设备开发项目，她定期提供临床使用意见，参加产品评估会议，甚至还组织医院同事进行产品测试。这个项目让她的工作更加充实，也让她对科技与医疗的结合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与此同时，小梅在医院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。作为护士长，她引入了一些大陆医院的管理经验，提高了工作效率。医院领导对她赞不绝口，同事们也都很尊重她的专业能力。一天下班后，小梅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位来自大陆的病人家属，对方正一脸焦急地询问就医流程。小梅主动上前帮忙，用普通话详细解释了台湾医院的就诊步骤和注意事项。太感谢你了，那位家属感激地说，我们是第一次来台湾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又担心亲人的病情，实在是六神无主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小梅温和地说，我刚来台湾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懂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联系我。她留下了联系方式，并承诺会定期去病房探望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小梅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从当初那个对台湾充满误解和不安的大陆姑娘，
变成了能够帮助其他大陆同胞的台湾通。这种角色的转变让他感到无比自豪。晚上，小梅和阿伟一起视频连线爷爷奶奶，老人家精神很好，满脸笑容。小梅啊，你看起来气色越来越好了。奶奶高兴地说，看来台湾的生活真的很适合你啊。是啊，奶奶，我在这边过得很充实。小梅由衷地说，医院的工作环境好，同事友善，还参与了一个医疗设备开发项目，特别有成就感。爷爷也插话道，刚开始我们还担心你嫁那么远会受委屈，现在看来是我们多虑了。对了，爷爷奶奶，我和阿伟打算明年春节前接你们来台湾过年，好不好？小梅提议道，这边的春节氛围也很浓，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老人家欣然答应，还说要给台湾亲家带些山东特产。挂断视频后，小梅躺在沙发上，静静回想自己的心路历程。从最初的忐忑不安，到如今的从容自信，从对台湾的陌生排斥，到现在的深深热爱，这一切的转变都源于他勇敢地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，突破了信息茧房的束缚。你在想什么呢？阿伟端来一杯茶，在他身边坐下。我在想，如果当初没有遇见你，没有来台湾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？小梅轻声说，可能还是那个生活在狭隘认知里的山东姑娘吧。阿伟握住她的手，而我，如果没遇见你，可能还是那个对大陆了解有限的台湾男生。是我们的相遇，让两岸的距离变得如此之近。是啊，两个人因缘际会相识相爱，跨越海峡的阻隔，冲破偏见的束缚，最终走到一起，何其幸运。小梅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笑着对阿伟说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我跟你说台湾卤肉饭源自山东，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，只是听村里人说起过，就信以为真了。阿伟哈哈大笑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山东卤肉和台湾卤肉饭都很好吃，各有特色，就像两岸关系，虽然有差异，但血脉相连，文化同源。是啊，差异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封闭自己，拒绝了解。小梅深有感触地说。2年后，小梅和阿伟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男婴。给孩子取名时，两人决定用一个既适合大陆又适合台湾的名字——两岸。这名字有点特别，小梅笑着说，但很有意义，寓意它是连接两岸的纽带。阿伟完全赞同，希望等他长大后，两岸的往来会更加密切，人们的思想会更加开放包容。孩子的诞生让小梅的生活更加圆满。爷爷奶奶和公公婆婆都赶来帮忙照顾，两家老人相处融洽，一起分享抱孙子的喜悦。看着熟睡中的儿子，小梅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希望。感激命运让她遇见阿伟，来到台湾，开启了全新的人生。希望未来两岸关系越来越好，让更多像她这样的姑娘勇敢追寻爱情，不被偏见和误解阻碍。回想当初那个对台湾充满误解的自己，再看看现在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小梅不禁感慨万千。曾经她以为大陆是宇宙强国，台湾落后贫穷；曾经她担心嫁到台湾会被欺负歧视；曾经她害怕文化差异会成为婚姻的绊脚石。而现实却给了她最好的答案。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好与坏，只有不同的选择和经历。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亲身体验，独立思考，而不是被片面信息所左右。小梅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可以跨越海峡，信任可以消除隔阂，理解可以化解偏见。当我们勇敢地走出信息茧房，打破刻板印象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比想象中更加丰富多彩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小梅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从中有所启发，无论是在爱情上还是在认知上，都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，不要被单一信息源所局限。真相往往需要我们亲身经历才能发现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